说到金针花，大家都想到6013，但其实附近还有个超猛的金针花坛秘境哦，就在赤科山上了。今天跟我们一起去解锁看看，到底哪边的花海更为壮阔惊人呢 ？Go go！ 一下就要赤科山，这条路还蛮窄，它没有像6013分的单行道，所以这边可能就是你在会车都会比较麻烦。其实我觉得好像假日的话是跟团比较方便。它的路有比6013的宽啊。目前还没有到很陡啊。其实6013的路况蛮好的，但略陡这样。就是略陡的。大湾，我们现在哪里？我们在赤科山的停车场。我们要去干什么？金针花，其实我们之前才刚去了6013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到附近的赤科山。对，其实我们是同一天，然后这里的停车位大概30台，车程30分钟。我刚从山脚下来，大概30分钟左右吧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可是路况蛮好的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长蜿蜒、小陡。哇，这边比较茂盛，这边比6013茂盛。嗯，其实我们在6013看不太出来，整片山头是黄色。对。可是这里的人好像比较少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其实这边真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，是整片是黄黄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6013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太稀疏了。下礼拜谁如果看到6013这个样子，拍照给我，让我火一下。为何那么易怒呢？直接收到都有的怒骂。哎，收到洛伊的羡慕。赤科山位在海拔大约900公尺左右，过去是以种植地瓜、玉米、花生等杂粮为主，后期才有嘉义的梅山引进金针花栽种。由于这里常年云雾缭绕，加上特有的红壤土，满山满谷的金针花反而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了。好漂亮哦！它这个山中小径走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对啊，哇，好长一片哦！原来它这样开满是这样子。我在6013拍的时候，我其实空拍是看不太出来黄色的感觉。对，这里应该很明显的。这边蛮明显的，这边从画面中可以很明显。可是像我觉得6013的差别是，它比较有那种小径可以让游客进去拍摄。这里就是比较浓密的一整片，真的很大一片。阿翔在花海中迷茫，是不是很扯的美？有一些小径的话，就在这边拍照就好，就不要走进去，因为有一些人刚刚把脚架还是人都跑进去，这样就会把花都弄死了，之后游客就不能看了。你知道其实金针花是中式的母亲花吗？据说古时候游子出门远行之前，总会先在后院种植金针花，希望母亲因为照顾欣赏花朵，心灵有所寄托。而金针花欣欣向荣的模样，就象征游子在外平安健康，代表母亲对游子的思念。其实我们觉得，在我们来这个时间点，赤科山真的长得比较多一点，对，比较茂密。假设都是满开的话，可能6013会比较好。而且我们刚刚有问这边的那个当地人，他们是说，像是赤科山这里是大家各自在不同的位置，就类似田的状况。赤科山就位在花莲玉里镇的山头，因为过去这里长满了赤科树而命名的哦。那为什么称为金针呢？是因为金黄色的雌蕊就像一根金色的针而命名的哦。我说真的，金针花搭真的很可以，尤其是现在国旅旁。对，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应该说这次的我们金针花之旅真的比我想中漂亮很多，很值得来。那各位女生们可以戴个小草帽，就是拍照蛮有气氛的啊。如果蓝天白云，翔哥今天难得就是说我这帽子好看，你们看。这一个山坡一个山坡上面的花，然后你跨过那个山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内侧的那个花很漂亮。我是觉得这个花有点像某个花，可我现在想不起来。花，我想百合是吗？很像啊，只是百合是白色的。那百合可以吃吗？不行，请大家不可以摘花哦。因为它这边有很大一片，我们刚刚空拍有发现它上面还有，所以我们打算再开车去别的地方去看看。好，去其他地方勘察一下 ，Go。金针花的花语是欢乐与忘忧，金针花也就是萱草，是属于百合科的哦。目前在台湾栽培的就有数十个品种，以台东县为主要产地。车外面的景很美，
它这边再往前走，其实你要走也可以，开车也可以。其实我发觉来6013跟4颗3都不用怕没关系。对，沿路上几乎都有东西可以吃，而且我们今天去那家也不太贵。这边就是一些纪念用品跟吃的，你可以来吃午餐啊、下午茶之类的，然后也可以上厕所，其实很方便。这边带家的男生都很方便。我们到了下一个地方，然后这地方造景好多。哎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里的花海真的非常浓密耶。63大家来应该到时候就是这样的景象吧。哦，非常羡慕。这边蛮漂亮的，这边叫林家园，这区也是，哦呦，哎呦，开始撞到，自以为高哦。撞到就不梦幻了。但我们现在傍晚时间了。假日这边人山花海。哦。你最近越来越有文学造诣。对，我一直都是，我再怎样我都是以前国文也考不好的人。所以现在是从良的吗？这里的花真的非常的密度很高哎，好漂亮哦。以4颗3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走势比较不是从高处往下看。哦。虽然说我们会看到很大的花海，可是它就得算是比较平、比较大的花园的感觉，它没有融入到整个山的景色。看到一个长腿辣妹了。噔噔噔！我是这种人吗？哎，怎么是肉椅 ？Sorry。那边哪？那边哪？请大家不要在这里吸烟，就有告示牌了，就请大家不要进去这样子。有非常多的造景，这个也是这是人形立牌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来，所以现在光线有点渐渐太暗，有点可惜。不是应该要秀气的气质吗？但在台湾金针花有个有趣的故事，平地和高山的花季是不一样的哦。台湾的西部大约栽种平地的金针花，通常在每年的5月，也就是母亲节前后开得最旺盛了，所以就名正言顺的被誉为母亲花啦。而台湾的东部因为海拔比较高，高山金针花期在每年8月8号父亲节前后，花是开得最旺盛的，所以高山金针好像称为父亲花会比母亲花更适合哎。这牛角瓜、哦，然后伴娘跟我们说，这个叫牛角茄，不过这不能吃，虽然说它长得很可爱，肤质很好。对啊，摧残可破，真的是肤质很好啊。而且老板娘讲一句话真的是太中肯了，他说那些家你不会看人家那规章呢，直接消失。是圆形的，也太好笑了。现在要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汪家古处。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丝瓜，超猛的哦！而且你看那个多长啊，那已经凶器了吧？哇，好像水滴哦，这个好好笑。你看这颗最好笑。哎，这是丝瓜哦。它怎么长成这样子？这一颗才好笑吧？真的很大哎！哇，你看那个，这比利时大概肉眼的一半哦，这应该有快100公分哦。它应该有哇，超长，这真的掉下来打到你是凶器了吧？这好像很重的感觉。丝瓜哎，它的形状都好特别哦。这边假设在60、13这样子竹节花会被拍爆。觉得这里的金针花是不是比较粉啊？还是因为现在傍晚，粉嫩粉嫩的感觉？这3片就是原本在外面的，然后这3个比较漂亮的有红色地方的，它是包在里面的。哎，它是哎，我发觉金针花的霸主哎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整片的这样子，就是它特别黄。没有啊，可是它这边也是金针啊。可是它好不像。你仔细看哦，我拍整片给大家看，整片就是它特别黄，超级黄的。它开的好像特别的坚挺，这叫霸王金针花。乱取，各种乱取名称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叫金针花吗？听说金针花总共有6个花瓣，然后有个像针一样的，就叫金针花。然后有花蕊的是男生，然后另外特别突出的这个是女生，是母的，算是都有弥补我们的遗憾，我们也算是圆满了。我们就自己用脑海的 Photoshop 把它 P 到60、13里面去。好哦，自动脑补。请问一下肉姨，这边可以煮几碗金针汤？这是什么？你猜？你肯定不知道。什么果？屁股果？什么水果？枣子吧。番茄哦。这脸真智障。这是什么？
你确定？我没关系，我再让你想。你不知道啊？你自己不知道我知道吧？因为上面还没有全开，看起来。哦。假设这边全开的话，超可爱的。哦，你难得说超可爱的。我们在60、13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讲过，1、2天内就会开花，开花可以持续一阵子。所以说来这边可能最佳的季节也是在8月底左右，8月下旬是可能是最好的季节。高山上的金针花就是父亲节，平地上就是母亲节，就是一个是5月，一个是8月。是的，想走跟看片好专业哦。你看好多蝴蝶哦，黑色的蝴蝶。曾经有人跟我们说过，很多蝴蝶聚集的地方你不要开心，那是鸟。这蝴蝶喜欢水啦，可能也有可能是有水源也可以。对啦，像它这样子就会有很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这一株可能就开8朵花，哇，简直就是金针花大军。都以来解密，这是什么？所以这到底是什么？你刚刚说是什么？那柿子哦。你这速度讲速。哦，其实这片也很大一片的，真的满山满谷啊，真正整个山就都金针花，是可以住宿的。所以有些人住在这边的话，他们会这边骑脚车，也蛮惬意的啦。只是他停在路中间。停在路中间是。欢迎来到比特的旅游查看时间，这个山要怎么去呢？假设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的话，它最近的火车站其实是玉里火车站，所以有些人会选择从那边搭火车抵达后，再租机车或者是租汽车的方式前往哦。玉里火车站当然也可以同时前往60、13，前往赤科山的话，它的距离也是大概40分钟左右。我们那天其实是直接先前往60、13，我们看完金针花以后呢，那最后再前往赤科山，最后我们去住宿就在瑞穗那边。是，因为我们为了参加隔天的秀姑峦溪的泛舟，因为秀姑峦溪泛舟就是从那边开始的，考一下2天1夜的行程，是不是很精彩、超级丰富的，玩到虚脱的那种？赤科山的话，建议大家就可以直接导航 Google Map 上的点就好了，它比较没有像60、13一样会让你导航到错误的地方去。那像60、13与赤科山呢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达的哦，所以如果像假日人特别多的话，大家不打算开车过去，就可以采用跟团的方式喽。跟团的话，大多数是由花莲市那边出发的，所以就不用事先前往玉里。那关于跟团、住宿还有泛舟的行程，也都在我们下方说明。当然还有更多完整的资讯都在漏里头的官网啦。那赤科山该玩什么？该怎么玩呢？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里的环境，还有哪些是必去的点喽。那像我们这次，我们其实是从这个193线道这边上来的，开车到前往这边大概要30分钟左右的距离。对，我觉得相较60、13，它的路况没有那么陡，但是他们的路况其实都是好的。那像60、13跟赤科山差别在哪里呢？其实我们收集网络上一些网友们的资讯，大家普遍是说赤科山的花量好像是比较密一点的。那60、13其实也有它漂亮的地方，就是还有搭配山景还有平原的画面，所以是2种不同的风情。如果你都已经跑到花莲一趟了，是建议大家2边都可以去一下。我们那时候在赤科山有个很遗憾的地方跟大家讲，就是不要踩我们的后尘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除了时间比较晚之外，我们在前面的花海停留了太久。但其实赤科山它是整片山，后面还有很大的腹地，大家可以就是拿捏一下时间，然后把园区整个走完，其实都很精彩。对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，赤科山有3个必去的地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赤科山景。那第一个点呢是赤科山巨石，它算是被金针花海给围绕在中间的3颗大石头，所以有一种冲突的感觉，也是蛮可爱的。那第二个点呢就是王家古厝，可以说是赤科山上面最古老的房舍。那它很特别，在摄影界里面非常有名的就是它黑色的屋檐，然后在金针花季的时候会晒满金针花在屋顶上，然后还有整个3合院前面的大庭园，所以是很壮观的。那第3个景象呢就是千吨石龟，其实它跟赤科山巨石有点雷同，就是它也在花海之中的大巨石，然后它形状有点像乌龟这样子，所以因而得名。那传说中的金针花花季到底在什么时候呢？其实赤科山金针花就跟60、13是一样的，就是通常都介于父亲节的前后。没错，因为它算是高山金针的品种。对，所以说大家可能要依照当年的雨量去做一个判断。这颗山它就是这样子单行的，它刚从这边上去，然后我们现在从这边回来，就来到坎坡学园时间。我自己的话，我会觉得说，假设都是满开的情况下，我觉得60、13比较漂亮一点。哦，是，就是等于说是感谢赤科山帮我们弥补了一个小遗憾，这样。不然我们原本还很担心，想说我们这时候看不到什么茂密的花，都不知道它多壮观。但来这里我真的吓到真的很。它壮观竟然可以这样，是整个 cover 住那个绿色了。真的，因为我正在。有考虑过小草的感受？我正在60、13是比较没办法看到整片都黄黄的感觉。没错，蛮可惜的。所以别忘了。订阅，留下like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没错，记得分享给你想一起来约会的朋友啦！拜拜，下一影片见。哇哇哇！哎呦！哇！朝上，脚朝上，抓绳，脚朝上。